这个踢就踢完了，看到吧？抱住就踢挺这样，咱一拉就行了啊。现在踢完之后呢，咱就开始拉它。拉它呢，咱加台线上，加台线上呢，看我的锯，我这个锯啊，要是这个东西要拿铁锯拉呀，太费劲。我做了那个锯呢，前面带挂钩的，把这条呢，能把它摘下来，摘下来呢，能把它挂上，从这捅进去，啊，再把它挂上，拧上。这个拉要比铁锯那快的不是，3倍2倍的事儿。那铁锯它不出活呀，所以说我就做了那么个锯。这个锯，这样就行了。这样呢，看好了这个口，看好了这个口，这个活啊，一定要看好啊。把锯调正，拉完了一踢。这个东西做爆这东西，你绝对不能拉过了，你还不能欠，你欠一点儿，你再一会儿再踢，那可就费牛劲了。一定要拉正好。好，这锯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再拉这锯，这锯呢要在这个口上下。后手这个手夹着这个条，一定要它在那个道上。如果不在道上，这个千斤拉完了，这个包子就崴了。这个锯到灭后这几锯一定要放平。行，这面呢就交了。交了，把这条卸下来，卸下来呢，再倒个从那边插上，在这边来挂上，挂上再拧上。这个要比铁锯快老了，那个铁锯不出活，再说那个条也不行，这个条是个表条的条，应该必须这个条要调正，你要一旦调不正，这条就崴了。
这面要贴住这帮，这面贴住口。其实呢，要是拉顺手了，几下就拉透。但是你必须这个得拉出有根来。这就差不多了。行了，挑这卸下来。这个刨子关键呢就在这两句上了，好使唤不好使唤呢也在这两句上了。你拉好了，它就好使唤；你拉不好，它就不好使唤。这个东西虽然说做刨子没有嘛，也不是什么多大的难度，但是你要想把它做好了，做的出了花特别顺。应该也是得慢慢的。来看看，这样弄完了。这边还差点一会儿踢吧。现在从这儿踢的天津，看到吗？这个天津要下的时候，要少下，因为你怕木头有插不对的，看，对。这样呢，下出来就不出嘛问题啊！看看，一条出来了，但现在这条，啊，你拉直了，你才能出正条了；你拉不直，就不出条。啊，这刨子踢完那一下就变成这样了，啊，就这样。一到这程度，这个刨子你就用铲抢了。这一会儿呢，拿铲抢，因为本身这个边儿已经修的，擦完之后沿印儿，嘛叫沿印儿呢？把这包叶子搁进去，看到吗？这包叶子上里搁，看到吗？是下不下，下不去。这个包叶子不能搁里咣啷啷啷啷，接着看，纹丝不动。要一点一点的把这包叶子给它续进去，啊，拿着小铲。你只要拉好了，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多难。看到吗？接着开始上里续，啊，接着续到这儿了，再抢一下，再续点儿。啊，还是差，继续上里续。这个东西就是吃了那么个口子劲儿，你不能给它修旷了。啊，下到这儿，下到这儿呢，这个铲宽度就下不去了，你得从这面拿细铲下。这个铲正好啊，
拿了细铲，从这面再把这印子带续。这还有一种小点的，这就差不多。咱这包印子呢，上里归试试，看到吗？归出来的这口啊，几乎就没嘛口。这个口一定要小，但是太小了也没嘛意思。现在这样呢，就基本差不多。完事之后呢，把这口啊，先拿铲修一下，因为你要不修的话，它一会儿啊。它回来它秃了，它一扎皮就歪了。因为它的嘛呢，下边太薄，你这个薄了之后啊，你要如果这就口差不多了，里头呢。这千斤没扒，你得把千斤扒出来。扒这千斤呐，还是挺重要的，你得会扒这块啊。这个千斤扒呀，要斜下这个铲，看啊，这铲嘛，斜着下，把这个角踢出来，外边没角了，里边就好踢了，啊。这面呢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斜着下，这就基本差不多了，看到吗？俩角给它踢的，几乎说就好像有点烂的糟，实质不是烂，它是准备下去的地界。这个呢是小刀具，看到吗？这圆的看着不是，就是说把这刀具，从这刀具拿这拉一下。这边完活，再拉这边。看啊，这么一个口，这么一个口，这口是8字的，是上面捅的。完了之后呢，这就看你的铲的功夫了。你铲呢，要有根子呢，你就多下点儿；没根子你就少下点儿。看到吗？这铲从这下，把劲头拉近，看到吗？拉下，直接就奔那角走，看到吗？一点一点修，也是那么个活。2铲把它下来，也是那么个活。千斤呐，留的大小是在个人的手法。我留的千斤呢，反正正理说，我那个给我们师傅学的时候呢，
它嫌我留的千斤大。但是呢，实质上呢，这个千斤大了，真的不算太好。不是说这个大千斤，它就不耐坏。全凭眼活。现在呢，这面完了，这面那上贴住了，玩这面，在接铲下时候，一点一点的，也是一样。你这个东西要寻思掏啊，这个东西人家有掏时间老长的，没必要，就急铲的事儿，啊。这个包掏完是这样的啊，里头是全是屎，再拿这个刀，再拿这个，看吧，从里头掏出来。几下的事儿啊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别看我这铲样子不好看，这铲我不说别的，反正一般的铲顶我这筷子真的不多，我这铲现在都挂啊，咱也没加镜头，也没减镜头，对吧？看看这个刨子基本来说这口看了吗？这就完活了。把刨子把配上，把芯配上，把保芯配上，印子搁里头，慢慢的细得了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完活。现在这里头的不能得了，要把保芯配上再得了它。看看两边那角啊，是哪有不舒服的？想配上保芯呢，就得先把刨子把配上。我这有原先的刨子把。咱把它刮一下，我看看宽度高哪儿啊？差点儿。再把刨子把床里头，刨子把这东西啊，记住了，越紧绷点儿越好。如果你这刨子把配的特别松，这个特别干活的时候容易手上起泡，那叫涮手。这个呢，你把它配的紧点啊，它不容易出毛病。而且呢，刨子把是越用越松的，不会越用越紧，一定要慢慢研。看到吗？这把就差不多。对，不能太松，刨子把松了那出毛病。你看这样的刨子把吧，它不晃荡，你坐起来它就比较舒坦，啊。这个呢，一会儿
再卸下来，再卸下来，再打进去，再卸下来，再打进去，这包子把是松了，绝对不能配松它。完了之后呢，把这芯修出来，修完芯把保鲜配上，把保鲜一上，这一踢就差不多了。修这芯呢，咱也别弄慢玩，咱就咱自己把它修修，我拿斧子砍它。这玩意儿原先呢都是砍的，砍完咱重新垒呀，哎，这就完活。现在这斧子用的就是少了，哪用斧子？说实话，我的斧子也不老很快的，啊，把后边呢皮回一定要磨一块去。快锯呀，不如钝斧子。看了吧，就这几下嘛。你要是错，你得错老半天。这个。你要拿球棒刮，它根本就太慢。完活了，看着吗？砍出来就这德行，甭看这样。我呢有个大台钳子啊，加在大台钳子上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挤错，就差不多了。看了，就把它加上。这个。用错呀，你不能用那个特别那个细层的错，看这错吗？这很刀菜的这错，一会儿，是吧？人家说拿秋包吧，拿嘛秋包啊？家里有那个什么角磨机呀，乱七八糟的，我乐意拿那用的，哎，也不费事，因为我很少乐意动机器，屋子不大，你回来之后，这种磨子它不怎么飞。这个有几分钟也烫出来了。形状呢，你就自己随便。我要的包撅点大点呢。把这个平完了，把里头再踢一下，把保芯配上，保芯的胳膊磨出来，这个就算完活了，啊。看着斧子砍的。大坑小坑的，实质上基本差不多。看到吗？这样呢？就一点的斧子痕迹没有了，唯独差的呢，
这面一点儿也没有了，就是这么差一点儿。再拿这个锉把这么来撸一下。掏了一个，好像手电钻吧，好像用不着嘛机器吧，做这行的。啊，这边也出来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是根据自己的，乐要人挖点呢，你就多戳点啊，这地儿呢，现在戳，基本这就是一个新的刨子了。配刨芯儿，提夹，提完了之后一倒角，这刨子就算完活了。现在呢，咱把刨芯儿配上，一会儿这粗的呢，咱别耽误时间。这不就现在已经成型了吗？咱别耽误时间，咱把这刨芯儿配上。完事之后呢，咱看看，把它刮出花来。带石头那里头也不忙，这是我做了个刨芯儿。这刨芯儿够厚的吧？你看到吗？下不去啊，下不去的这个刨芯儿。有句话，硬木刨子软木芯儿。这个刨芯儿不能硬，一硬呢，把这千斤就给挑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这不能硬。这块木头呢，是块樟木，这还带着槽了，但是不碍事儿啊，能进去啊。刮槽这面，这个东西可不能小了。往往那个刨子千斤刀啊，都是它小，它小了呢，它利用的不一样，它顶外皮，这差不多。这样差不多呢，那咱抢它，把它扎进去。铲呢，用时候千万要小心，别跟手干，一点一点上了盐，不行，还是大一点都不行啊。开始干了吗？继续。着了，没戏。没戏的原因是太宽。这有点意思了。有点意思，也是宽。
焊前头一定要没有手，一旦有手啊，就麻烦了。啊，差不很多了，差不很多，外口有点大。不是那种好看的菜就好使唤，那不一个概念。啊，这个包心儿再上里研研，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你看见印子了吗？界面出来，界面还在里头了，证明这个印子不正。你把印子调正了，这个包子呢，再拾掇拾掇，基本就问题不大了。我再做点细活，反正意思都得意思。一会儿呢，咱再拍一会儿完活的就完了。这要寻思拾掇，你那20分钟，等回来上时候多麻烦呐！关键上传，我要整个把这包子做起来也无所谓，就是关键你一上传呐，它太费劲。你传的时间多了呢，这个现在大伙儿都看见了，完就这意思。一会儿我再上个改印儿，把它弄上，上上就完了。一会儿咱再拍带一锅完活，行吧？